享的主题呢是8款开价眼线评比。那因为我本身呢眼周偶尔会有一些出油的情形，所以我平常比较常会使用的会是这种眼线液笔，就是毛笔状的。那眼线胶跟眼线笔我会比较少用一些。那这次我会根据它们的外形特色，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产品介绍，搭配我自己使用后的上手度啊、抗晕度，还有好卸程度，然后搭配网友的意见来跟大家做一个统整，希望帮助大家可以在选购产品上有更多参考的方向。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首先呢，第一款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支 Maybelline 的超级细抗晕眼线液抗手震版。外形的话，它是做黑色的管身，然后上面有金色的字搭配金色的盖子。那很多人昵称它叫做小金盖。比较特别设计的眼线啊，还不错。原因是因为你化妆包有时候很多支，你这样一眼就可以认出哦，这支就是 Maybelline 的小金盖。那它这支呢，其实算是之前超级细眼线液的升级版，就是它这次有主打更加抗手震的效果。它们两个差别最大的地方是它的笔头。上一代超级细眼线液呢，它是0.05公里的笔头，然后这一代是直接晋级到0.01，所以非常的细。再来就是它的笔头的长度会比上一代更长一点，所以会比较好操控。加上它就是有主打说它有精准的去控制那个墨水的出水量，所以在画的时候，即使它很细，也不会让那个画起来水是断断续续的这样子。那我自己使用呢，我觉得它的滑顺度跟上手度算是还不错，因为它前面很细嘛，所以你在画眼线的时候，它的粗细是还蛮好去掌控你想要的宽度的。抗晕效果呢，它是有主打防水跟防汗，但是我自己觉得它的防油效果是普普通通，就是我长时间下来啊，眼下这边还是会有一点点晕染到，然后而且是那种一块一块的那种，就是印子，不是那种屑屑的，所以是比较难清掉那种晕染感觉。在好卸程度的部分呢，我觉得它算是里面最好卸的。所以说，如果你跟我一样眼皮可能容易出油的人啊，建议这款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它会比较容易晕。接下来第二款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 Kiss Me 的花样美肌零阻力丝滑浓黑眼线液笔，你名字可以再取长一点没有关系。外形的部分呢，你仔细看会是深紫色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珠光，然后上面是那种跟他们平常一样比较华丽的那种字母。这支主打的特色呢是一笔极致丝滑，就是说你一样一笔很滑顺好画，然后就是它有做保养成分，所以你卸妆的时候比较不会有色素残留的问题。然后它是40度以上的温水可以卸除。那我自己使用上呢，我觉得它的滑顺度是真的还不错。那它的笔头也还算细，有做0.1公里。正常偏细的宽度，它的抗晕效果算中上，我觉得表现的还不错，但是不至于到完全不会晕染。就是我可能带妆时间长一点的话呢，眼角跟就是下面这边小小的地方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晕染，但是我觉得是我还可以接受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它符合我的标准。那再来好卸程度呢，就是它真的用温水就可以这样子擦一擦卸除掉了，所以我觉得也算是还蛮方便的。但是我觉得这款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的黑比起其他的眼线液没有那么的黑，然后再来就是它在上的时候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快干一点点，所以你要记得你画完不要马上把眼睛张开，不然你那印子就会马上印上去。接下来第3款要分享的是 ZA 的一笔深邃眼线液，你看名字取短是不是就好记多了？外形的部分呢，它是做黑色的管身搭配桃红色的笔盖，我觉得也还蛮可爱的，配色是女生会喜欢的。官网上其实没有做太大介绍，但简单来说，它就是一样也是很滑顺好画的笔，我觉得还蛮符合它一笔深邃这个名字，就是它一画下去就是真的还蛮显黑，然后蛮滑顺好画的。它也有主打防水、防汗、防油。那我自己使用上来呢，我觉得它抗晕程度跟刚刚那个 Kiss Me 差不多，就是你长时间画，它也只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晕染，不严重的晕染，但是它网络评价还蛮两极的。我爬文爬了很多，就是大家对这支眼线液的心得，然后有些人觉得说跟我一样，就是可能长时间只会一点点晕，然后有些人说画上去之后没多久就会熊猫眼，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品管问题，还是每个人眼睛状况不同，就是大家可以去自己斟酌一下。那好卸程度呢，我觉得也是算中上，就是用基本的眼唇卸妆液就可以卸得干净了。这款比较小的一个缺点是，如果你会用眼线液来画内眼线的话，这款比较不适合，因为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它那种黏膜的地方啊画不太上去，就是眼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画那种内眼线的话，
这支就比较不太建议。还有补充一点，就是它的持妆度，我觉得是相对较低一点点的。就是你如果画的时候刚画是还蛮黑的，可是如果你带妆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它时间久了就会变有一点点淡，然后甚至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消失不见。所以我觉得它的持妆度是比较有待加强的。接下来第4款要分享的呢是 Clio 的魅黑防水柔顺眼线一笔。外形的话呢，它是做黑色跟咖啡色的配色，然后它的质感是比较属于有点雾面消光的感觉，上面有它的品牌名称。那其实 Clio 的眼线一笔呢出2大款式，一个是魅黑柔顺，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浓烈还是什么，就是它有2个。那我买的其中的这个柔顺的款式，那它主打的效果呢就是比较炭黑的那种，然后也有比较稳定的出水量。那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它的笔头，它的笔头虽然不是做非常细的那种款式，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是麦克笔的感觉，所以它会比较稳，比较好操控。对于就是如果你画眼线有时候手会容易这样子抖的人呢，我觉得它的稳定度算是比较高一点点，但是相对缺点可能你要画那种很细小的线条画，可能就有一点点小的难度。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根据自己平常画眼线的需求来去做挑选。它也有主打防水防油的效果。那我自己使用下来呢，我觉得它的抗晕程度算是这次的8款中我评价还蛮高的一款，因为我真的可以上它一整天回到家，它都不会晕，然后也不会消失。但是呢，我有参考一下网友的意见，就是有些人说这支啊，它的确不会晕，可是你长时间下来它是会直接消失的，等于是说它时间久，它有可能会因为搓揉而掉。就是直接掉会变不见的那一种，可是它不会有一块一块那种黑色的印子。那我觉得说，如果你比起晕跟消失的话，我觉得消失你的眼妆至少看起来是干净的。那好卸程度呢，我觉得也算是中上，就是用一般的眼唇卸妆液就可以完成。那我觉得这款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很防晕，但是它比较没有那么抗搓揉。所以说我如果先用它画内眼线，再去夹睫毛，有时候那个睫毛夹跟眼皮碰到的眼线地方会有一小块脱落的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你要用它来画内眼线的话，你要先夹睫毛夹再画它，会比较完整一些。接下来第5款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 Deja Vu 的就是不晕持久极细毛笔型眼线液，它也是名字有一点点长。外形的部分呢，它是做全桃红色的管身，非常的可爱。然后它的笔盖这边有做小的角度的设计，我觉得日系的外形都做的还蛮有巧思的。那这支主打特色呢，就是它的笔头非常的滑顺好画之外呢，它有做一个薄膜科技，就是说你画上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薄薄的膜保护住你的眼线，让它比较不容易产生晕染的情形。那我自己使用起来呢，我觉得它的粗细还蛮好掌控的，然后它的这个毛比较柔软，就是你在画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个笔头这样尖尖的去戳到你的眼皮的感觉。那抗晕效果呢，我觉得它也算是中上，表现的还不错的一款。但是长时间下来呢，如果有晕染的时候啊，我的眼角它是会产生那种小的那种屑，就是它不是印子，它是屑，所以你用指腹啊或者是棉花棒轻轻推开就不会有痕迹的，我觉得这是我还可以接受的一点。再来卸除力的部分呢，它是使用温水可以卸的，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然后 Deja Vu 这个好像是一个从法文过来的一个单字，所以念法上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正确念法。如果你们知道正确念法的话，你也可以来纠正我。接下来第6款要分享到的呢是1028的抗晕无祖先罗猫眼线液。它会取这个名称呢，就是因为它画起来是可以画出猫眼的那种细的线条，然后它的外形是做这种黑色的管身，上面有猫咪的脚印，还蛮可爱的。1028这支的价格呢跟 ZA 差不多，然后它这款主打特色是它画起来非常的浓黑，然后笔头很滑顺好画。那我觉得它的确还蛮黑的，然后它笔头的粗细的差异比较大一点点，所以你可以画出很细的小线条，也可以画出很粗的线条。所以说我觉得它在勾勒眼线上是还蛮好掌控的。再来它也有主打防水防油抗晕的效果，我自己使用起来呢，我对它的抗晕效果感觉非常的满意，我会给它
这次大概前1、2名的评价，就我之前一整天使用下来，它的确是不会晕。再来就是它的好卸程度呢，我觉得相对比较低一点点，就是比起其他几款，它的湿敷的时间，就是眼唇卸妆一敷的时间要拉的稍微更长一点点，然后你可能要多搓揉几下，它的眼线液才会掉。我觉得跟它的抗晕效果可能也有一点点相对的关系，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呢，虽然我自己使用起来这款还蛮满意的，不过我发现网络上还是有人说用了它会晕，所以我觉得眼线算是真的还蛮见仁见智的部分，所以大家可以多逛逛多比较。接下来第7款要分享的是 Misting 的 Super Black 超级黑眼线液，它是做全红色的管身，然后搭配白色的字体，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大家应该知道 Misting 算是泰国本土的彩妆品牌嘛，那当地的气候因为比较湿热，它是热带气候，所以说他们彩妆其实也还蛮追求就是防水、防汗、抗晕的效果。那我最激赏它一点的部分是，它这支眼线呢，算是这次8款里面容量最大，但是价格最低的一款，所以它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这系列它有出红色跟银色的管身，然后红色是比较后来出的一个款式，然后我之前在泰国买是买黑色的，但是因为台湾目前通路比较容易买到红色跟银色这2支，所以我今天会以这支为主来做介绍。那上手度的部分呢，我觉得它也还蛮滑顺好画之外呢，它的颜色真的还蛮黑的，你一笔就可以画出还蛮黑的线条，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它这种很厉害的显色度。那抗晕效果呢，我觉得它防水效果非常非常好，好到就是你可以去海边泳池玩水，它几乎不太会掉的情况。但是防汗的效果呢，它不会晕，但是它比较没有那么的抗搓揉，所以你尽量就是避免手啊或者是身体去触碰到它，它其实就可以维持还不错的状况。再来好卸程度呢，我觉得这种比较黑的眼线啊，相对的会比较没有那么好卸出一点点，所以这支跟1028那支一样，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湿敷长一点的时间再去把它搓揉卸除干净。那最后要注意，这一支好像蛮多一些假货的疑虑，所以大家务必要在就是正确安全的通路购买，才不会买到假货哦。最后一款呢，要分享的是 Flo Fushi 的 Malt Liner Black 熊野直人眼线液。那外形呢，是我8支中最喜欢的一款，它是做这种8角形的设计，所以我觉得它还蛮符合人体工学，就是你握的时候比较不会滑。然后它的笔盖也是做这样有点斜切面，然后也是8角形的。那这支主打特色呢，是它可以快干，然后它有保养成分，就是你卸除的时候比较不会容易有色素沉淀的情形。那我会建议大家说，如果你长时间带妆啊，你会发现你卸完眼角这边还是容易有黑黑的情况呢，就是有可能是长时间卸妆没有卸干净它的色素沉淀，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种就是有保养成分的，会相对比较安心一些。那我觉得它的笔头也还蛮柔软滑顺好画的，然后因为它的那个毛不是那么的尖锐，所以一样你在画睫毛根部的时候，它比较不会有就是刺激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它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的黑，所以你可能要多描绘1到2次，它的那个眼线的线条会比较浓黑一点。那它也有基本的防水、防油、抗晕效果。我个人用起来呢，长时间也不太会晕，就是也是如果你画到眼尾、眼角的地方会有小小晕染，不严重的情形，但是我觉得还算满意。好卸程度呢也算是中上的标准。那我个人喜欢它可以画出那种还蛮细致的那种尖尖的眼尾，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的眼尾是比较细的线条的话，这支也还蛮适合你的。不过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价格偏贵，它是这次介绍8款里面最贵的一支，所以说很多人喜欢这支眼线，但是它的价格真的相对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有竞争力一些。以上呢就是这次8款开价的眼线评比，那基本上呢这8支都算是网络上比较热门，然后普遍评价还不错的眼线，所以我觉得像它的可能上手度啊、滑顺度其实都有一定的水准，但是呢，我觉得抗晕程度就是比较见仁见智，比较主观一些。那这次的评比标准呢，都是以我自己实际使用起来的感想，然后搭配一些网友的心得，帮大家整理出来的资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
你在购买前务必要先试用。那你如果想要看更多它的感受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先画在手上，然后拉长一点的时间，看看它的成效怎么样。最后的最后，评比系列出到第4支啦。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之前的影片呢，我把影片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参考。接下来呢，你想要看什么样的评比主题一样的，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哦。别忘了每周日就是回到我的频道，我会更新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点这边，然后帮影片按个赞，我们下次见啦，拜拜。